天下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女有福，能够健康平安，希望孩子一生富贵，于是拼命的工作，希望能给儿女留下财富。然而每个人的福报实有定数，这一生应该享用多少已经定好了，孩子福报不够，留再多财富也没用。有智慧的父母都懂得培养孩子的德行，让孩子自己去修复，这样就能超越定数。佛说一饮一啄莫非前定，很多人对此有疑惑。那试问现在的普遍现象，为什么很多家长给孩子取名，有的花高价找大师，拿着生辰八字算来算去，其实在心里还是相信。所以说儿女的福报由你定，就看你怎么做了。中国最古老的经典《易经》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这就告诉我们行为可以改变命运。俗语云，3分天注定，7分靠打拼。天注定的福报好比银行的存款，一旦存款用完，不顺就显现了。修善积福就是继续向银行存款。现在人不懂这个道理，在物质丰盈的现代，从小给孩子吃最好的，用最好的，上贵族学校，总之原则就一点，为了孩子就要花最多的钱。然而现在的孩子普遍都不好管教，让父母操尽了心，原因何在呢？就是父母把孩子的福报提前耗尽了，只要是花在孩子身上的1分钱，都是孩子自己的福报。孩子来到这个世间，还没有能力修复，已经在消福了。老人言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很多人也许会存在诸多疑问，只要站在因缘果报的角度考虑一下，就多少会理解一些。所以如果你真的爱孩子，从现在开始就为孩子多多积累福报吧。父母积德，儿女受益。当然首先受益的肯定是积德之人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一个行善的家庭必定有福，而这个余福能够荫庇子孙。古人云，积金遗于子孙，子孙未必能守；留书遗于子孙，子孙未必能读。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。所谓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，先祖有德，福荫后人。因此作为父母，不要从小给儿女在饮食衣服上攀比，根据自己家庭情况，穿着得体保暖，吃得健康就行。更重要的是培养儿女的德行，从小养成的好习惯会让儿女一生受用。父母做得好，子女慢慢地受到父母的熏陶，自己也会明白很多道理。给孩子立本之道，比给孩子钱财更为重要。父母是根，儿孙是枝叶。父母不受孝顺供养，则根断树枯；父母受孝顺供养，则枝繁叶茂，子孙福厚，源远流长。佛陀告诉大家，修世间法要从孝顺供养父母师长里修。我们的供养
一定不要集中在下一代，一定要放在上一代，眼睛放在上一代，下一代一定有大福气，眼睛放在下一代，下一代不会有福气。如果我们能够从小孩子出生开始就孝顺我们自己的父母，每天都让小孩子看到并且学习，那么小孩子将来福气会非常大，并且不用管他，他自己就能学好。反过来，如果我们把眼睛放在下一代，不管不顾上一代，保我们的父母，吼我们的小孩，那么小孩的福气是很差的。这样也会造成一个后果，就是将来小孩做了父母，也不管不顾我们，只关心宠爱他的孩子。我们可以观察任何香港富豪的小孩子对待父母祖上的态度，毕恭毕敬，不抵触顶撞半句，这是积累大福分。怀孕起就示范小孩孝顺父母，小孩的福气会很大。古语有云，老人有德，子孙兴旺，老人缺德，一家遭殃。一个家庭的老人决定了家庭甚至整个家族的命运。父母积德，子女收益；父母行恶，家族衰败。可见让子女富贵的秘密都攥在父母手里，便宜占尽，子女倒霉。菜根谭云，心者后益之根，未有根不直而枝叶荣茂者。一个人能有忠诚厚道的内心，就等于给后代子孙种下了幸福。一个人若是贪图便宜，不择手段损害他人利益，虽获得一时的好处，但到头来却是灾祸连连，害了自己，苦了子孙。看过这样一个故事，古时一座城隍庙中住了一位大师，他擅长变各种戏法。有一天，他在众人面前变了一个戏法，取了一枚铜钱，对着他念起咒语，只见铜钱越变越多，最后竟放满了一箩筐。随后大师便把这枚铜钱放在城隍庙中。村民李爱才得知此事后，心生贪念，趁着夜深人静，带着儿子偷走了铜钱。正当他洋洋得意，准备拿着铜钱想要变出更多的财宝，却怎么也变不出来。当他再次念起咒语时，铜钱却越变越大。他走近一看，发现方孔中心金光闪烁，仿佛一座金山。李爱才立马派儿子到方孔中搬运这些金银财宝。就在这时，方孔却越缩越小，儿子挣扎了许久，最后连头都伸不出来。李爱才的贪念付出的竟是儿子的性命。正如古语有云，世事皆因，自然殃留后代。一时的便宜却是几世的祸源。占人便宜不仅损害自己的福报，还会给子女带来灾祸。老话也说，福气不可享尽，便宜不可占尽。占了便宜看似风光，实则凶多吉少。吃亏虽表面委屈，其实是积了福报。人生在世，不欺于人，无愧于天。
凭良心做事，才是有福之人，才能庇佑子孙，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道德经中所说，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天道从来都是公平正义的，善人福身，恶人祸多。一个家庭想要兴旺发达，就必须注重积德行善。据记载，山东牟氏庄园从明朝开始就延续至今，延绵时代而不衰，打破了传统观念中的富不过3代。曾拥有超过18万亩的土地，富可敌国，也被誉为中国第1财主。这个家族至今都秉承着乐善好施、行善积德的理念。以前闹饥荒时，百姓们民不聊生，常常吃不上饭，于是他们就布施粮食，一天3顿供饭给百姓，每年平均救济出的粮食有上百万斤。在遇到兵祸匪乱时，庄园虽没有围墙和护卫，但却一点也没有遭受到破坏，因为当地整个县的人都会主动保卫。正是因为这个家族家教严格，要求子孙乐于助人、勤俭持家，才会得到当地人的爱戴，家族才会得以兴旺发达。一位大师曾说，一切众生心想异故，造业异义，由是故有诸趣轮转，众生动心思虑的皆有所不同，所成就的自然也不同。这也是因果轮回，修善念，行善举，自然的善果。父母积德，就是在积福，就能庇佑子孙。正所谓人厚道，天不欺。善良厚道的人，冥冥之中自有定数，只有行善积善，才能身心安宁，造福子孙。留金留银，不如留福。曾国藩说，子孙若不贤，则多积一钱，必将多造一孽。一个人即使赚再多的钱，离开的时候带不走一分，留给子孙，若是孩子没有能力，最终也只能是害了他们。清末首富盛宣怀前3个儿子都夭折了，所以他一生非常疼爱老嗣盛恩颐，给他留下了庞大的家产。父亲去世之后，盛恩颐顺利继承了家产，坐拥万贯家财。本以为他会发扬祖业，没想到拥有诸多财富的盛恩颐却开始放任堕落，白天睡觉，晚上就开始花天酒地，被人称为民国第1花花公子。他非常喜欢赌钱，曾经一个晚上把上海价值几百亿的一栋楼都输掉了，甚至没钱的时候就变卖家中古董。没过多久，父亲留下的巨额家产就被他败光了，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。他变成了乞丐，走到哪里都被人谩骂，瞧不起，终日混吃等死，最后一个人死在了家中。正是因为有了万贯家财，盛恩颐便不思进取，好吃懒做，最终落了个悲惨下场。一个家族若想要长久兴旺，留财是最没用的。古人有云，修德获报，想要儿孙好，只要积德，不要积财。
你若真心为了子孙好，就先立德行善，只有精神传递，才能经久不衰。范氏家族800年屹立不倒，就是因为范仲淹以身作则，不贪图名利，乐善行事，曾使家族代代人才济济，都源于曾国藩从小告诫，要勤俭节约，才能福气多多。一个真正富贵的家族，从来都是父母以身作则，行善事，积阴德，只有这样，才能生生不息，福气临门。有道是，一子黄金满盈，不如教子一经。与其费尽心机给子女攒下大笔财产，倒不如教诲子女养善积德。其实子女这一生的福报，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父母。父母积德，子女受益；父母惜福，子女自然福报绵长。父母作恶，定会为子女招来祸患，千万不要在无意间折损了孩子的福报。天道无亲，唯亲善人。一般人对这句话很难理解。现在我们用养育孩子来做比喻，教育孩子上不要给他花太多的钱，花的是你的钱，损的是他的福报。很多人小时候很风光，到了长大了就可怜了，把福报风光掉了。古人讲，要培养老来福报，年轻不要享受福报，把老年的福报都拿来享受。教育孩子要懂得寻根，孝顺好父母了，孩子自然听话。顶撞父母，以后孩子就顶撞你，这就是轮回。3代之间也是轮回呀。所以要把好吃的给父母吃，不要给小孩子吃。给小孩子吃太好，穿太好，都是损他的福报。天道无亲，哪怕是你的孩子，你都无法把福报留给他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，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。想要孩子会读书，就给孩子买去名牌学校读，以为能出人才。但首先他要有这个命。就像养孩子，花的是父母的钱，但损的是孩子的福报。那福田中，长辈前辈都是我们的福田，我们要恭敬长辈和前辈。以后我们当了长辈，后人才会恭敬你，这就是因果。我们要照顾长辈，胜过照顾晚辈。现在人都关心孩子，胜过关心父母。以后孩子长大了，他生孩子了，也是关心孩子胜过关心你。这就是因果循环。父母积德，子女受益。有衣有食为何因？前世茶饭施贫人，无食无穿为何因？前世为施半分文。可见世间万事皆有其因，种善因才有善果。因果通3世，一旦因缘成熟，善恶果报便会显现。所以子女所享的福，其实都是父母积下的德。明朝有一位叫王稳的官员，为人厚道善良。一次临郡大旱，百姓苦不堪言，王稳不忍，立即开仓放粮，赈济灾民。
然而却遭到了同僚的反对。王稳却说，那些在邻郡受苦的人也是我们的百姓，百姓因此得以渡过难关。王稳之后，家族光大，后世更是生活富足，衣食无忧，子孙代代贤善发达。司马光家训中说，一子千金，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，才是为了子孙的长久之计。留下万贯家财，不如父母行善积阴德，如此才能让儿孙受到庇佑。父母积德，就是在积下于福，庇佑子孙。正所谓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学会修善身，正善心，行善事，福报不会用尽，子女才能有福可享。有福德的人，自然能感召有福德的子孙。天道是公平的，古人讲的富不过三代，意思是无论德行不好，不可能一直富贵下去。富人会变成穷人，那穷人慢慢努力，德行好了，福报上来了，就变成了富人了。这就是因果规律，能量的守恒。福报有限，惜福不贪，吃苦是了苦，享福是消福。人这一辈子，苦可受尽，福不可享尽。现在有很多父母都秉持着宁可苦了自己，也不能苦了孩子的想法，所以往往对子女有求必应。殊不知，这样的结果只会让子女从小骄奢，骄奢引来多欲，多欲定会无德。物质越是富足，就越应该让子女知福惜福，才能福泽绵长。正所谓惜福福常在，享福福不来。若想为子女积攒福报，就要学会惜福培福。古人对珍惜福报尤为重视，他们吃饭能果腹即可，穿衣能避寒就行，其他的从来不讲究。得到需要的是福，贪求过多的是累。折损孩子福报的父母，看一看，以后要这么做。趁现在，赶紧教育孩子勤俭节约，多行善事，从小惜福培福，懂得惜福，才会福泽绵长。父母决定子女的命运，你希望孩子是什么样的，首先你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。父母今日所修的善因，都是子女明日得到的福禄。人生皆是因果，福报有都定数。行善是积福，作恶是招祸，节约是培福，奢侈是消福。爱孩子，就教孩子行善事，多惜福，才能为孩子多多存储福报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无论你身在何方，愿我们一起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